一纸名单引爆全网，风暴之心的真相。一场本该平静的合作，为何成了引线？2026年1月7日，这原本是娱乐圈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天。没有颁奖盛典，没有流量大戏，没有爆炸级新闻，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工作日。王鹤棣在官方账号上发布澳门演唱会嘉宾名单，合作嘉宾是赵露思。她是业内公认的高热度女演员，资源稳定，商业价值稳固，与各路男星合作也都算顺畅自然。就像一条普通新闻，专业艺人合作，正常商业往来，无暧昧，无暗线，也不涉及任何敏感叙事。按常理，这应该只收获。哦，原来是他合作呀，挺正常的选择。期待一下。平静，至少大部分人以为会是这样。然而事实上，这份平静只维持了不到10分钟。就在嘉宾名单公布后不到600秒，名为地心引力的 CP 卷项被雷劈了一样瞬间炸裂。评论像洪水一样倒灌，各种不能接受心碎了为什么是他的声音密集出现，像是无数在黑暗中等待爆发的情绪一下子被点燃。那一刻，像是某种装了3年的火药，终于等来了一颗火星。从这一秒起，风暴已经无法阻止。争议的核心不是合作，不是工作，也不是真正的对错，而是3个字：赵露思。在过去几年，赵露思与虞书欣在粉圈叙事体系里被长期当成对家。这种对家不是官方声明，不是2位演员个人的态度，而是粉丝多年的争吵，立场对立，情绪累积，再加上部分营销操作，终于把这个标签捆得越来越死。所以当王鹤棣公布嘉宾名单时， CP 粉的第一反应不是职业合作，而是情绪解读。这是对于书欣的否定，这是对地心引力的背刺，这是官方宣告 BE。 瞬间，大批资深粉丝宣布脱粉，有人签到1250天，却在那天写下失望到手抖。有人换上黑色头像，有人写下几十字的脱粉声明，有人情绪崩溃到无法冷静表达。短短1小时，相关词条阅读量暴涨，粉圈像突然经历了一次集体地震。而这地震的震源仅仅来自一句：嘉宾赵露思。事实上，引爆粉圈的从来不是合作本身，而是粉丝多年投射的巨大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对撞。如果说 CP 粉的崩盘只是第一波，那么紧接着的第2波燃料来自于书欣伪粉。大量伪粉公开发声，我们接住脱粉姐妹，不用难过，你们可以来娱圈，欢迎回家。这些话表面温柔，但在粉圈语境中却极具火药味，因为这就像是在说 CP 粉，你们崩吧，你们掉队的部分我们来收。这在粉圈里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收割信号。不久后，对家粉丝开始嘲讽，史上第一次伪粉主动接盘 CP 残部，笑不活了。尽管虞书欣本人对此保持沉默，但在粉圈生态中，粉丝的言行总会被无限放大，被视为艺人态度的隐性延伸。在这层意义下，火种再次落进了油桶。王鹤棣伪粉没有选择沉默，他们迅速组织反击。艺人有权选择合作对象，合作就是职业，别强加意义。你们本质偏于书欣，不是地心粉，想脱早脱，现在找个理由而已。这些话不温柔，却击中了一个残酷现实。CP 粉的所有情绪都建立在一种他必须回应我的幻想前提上，而职业艺人从来不需要对幻想负责。即便工作室发布声明，强调合作是正常商业行为，不存在所谓背刺，但当情绪已经泛滥，任何解释都像往沸水里倒一点清水，根本冷却不了。粉圈越吵越乱，甚至开始互相质疑，互相攻击，互相推卸责任。这已经不是合作关系，而是一场情绪失控的长夜。地心引力的火是粉丝3年来用截图、剪辑、氛围、加工解读构建出的暗堂宇宙。但现实世界里，演员之间没有那么多互动，也没有延续炒作。双方保持职业距离，正常工作，正常生活。然而 CP 粉却把这段虚构情绪延伸了3年。当嘉宾名单出来后，幻想和现实第一次发生真正撞击。
虚构的甜蜜显得不堪一击，幻想的天空瞬间坍塌。粉圈说被背叛，但其实是幻想自己撑不下去了。这不是背叛，而是落地。而 CP 粉的心摔碎了。当事件失控后，大批路人开始围观。有人说，这情绪就像幼儿园小朋友抢玩具。有人质疑双标现象，虞书欣粉丝不是也曾卷入提纯争议？王鹤棣合作别的女演员怎么没问题？为什么偏偏遇到赵露思就疯了？路人提出的是一个更残酷的议题。粉圈不是单纯因为伤心而爆炸，它是无数多年累积的立场、优越感、情绪和权力的再分配。每一次粉圈大乱都在重塑，谁当话事人？谁拥有解释权？谁的立场成主流？谁要被淘汰？它远比生气了、伤心了复杂得多。事件越闹越大，两位艺人始终保持沉默，没有表态，没有澄清，没有暗示，这让粉圈的争吵逼近一个极尖锐的问题：艺人需要对粉丝自行构建的 CP 负责吗？职业合作是否要避开粉丝的敏感点？没有互动、没有延续的 CP 是否必须永续营业？现实是，艺人永远不需要为粉丝的幻想负责，粉丝却常常希望艺人按照幻想行事。这就是粉圈冲突的根本。地心引力可能从未真实存在，但它的死亡却无比真实。它死在现实面前，也死在粉圈自己的手里。这场风暴里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立场战斗。CP 粉想保护幻想，唯粉想保护艺人。路人看戏，营销号搅水，对家粉丝趁机扩张，情绪、利益、立场纠缠一起，乱成一团。这不是爱情，也不是友情，更不是背刺与否，这是粉圈叙事权的争夺战。而那张嘉宾名单只是撕开裂缝的一刀。这一场粉圈大战没有赢家， CP 粉退出，唯粉怀疑对家有意操作。路人说好戏看完了，情绪在乱流中撞得粉身碎骨。最终没有任何一个步骤能改变艺人的生活轨迹。真正受到伤害的是那些投入3年把幻想当成陪伴的粉丝。然而这场风暴带来的启示更现实，追星可以享受甜蜜，但必须承受现实的重量。幻想可以存在，但不能凌驾于现实之上。中场总会来，当风暴平息，人们可能终于会明白，决定地心引力命运的不是赵露思，不是王鹤棣，也不是虞书欣。当一个人学会把喜欢与理性区隔，他才真正拥抱了自由与成长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这些内容让你有所触动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你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继续创作的力量。别忘了点个赞，订阅一下。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。